甄嬛，首先咱们来看甄嬛入选即将进宫的时候，甄夫人泪眼汪汪地教导嬛嬛，入宫之后千万不要与人争执，挑起事端，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将来你若能有福气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自己的性命更紧要。剧中似乎所有人都在教导自家的女儿该怎么谋宠啦，该怎么为家族争光啦，唯独甄夫人，她只希望自家女儿在宫中能够平平安安的。其次，咱们来看甄夫人初次进宫的时候，玉娆坐在马车上问甄夫人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姐姐宫里。甄夫人是这么说的：少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了，自然走得久。等下见了姐姐，不许乱说话，知道了吗？从甄夫人吩咐玉娆的这些话，可见甄夫人十分谨慎。这也是为什么当玉娆见到嬛嬛高兴地直唤姐姐时，甄夫人会一把拉住玉娆给嬛嬛行礼，以及玉娆忍不住夸嬛嬛的寝宫好漂亮时，甄夫人会制止玉娆：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好漂亮啊。玉娆，甄夫人之所以这么谨慎，是因为她生怕玉娆一时口快让他人拿住了错处，而甄嬛想念甄夫人和玉娆想念的紧，便让刘珠和浣碧先下去，唯独留甄夫人和玉娆说话。在这期间，甄夫人先是关心了嬛嬛的身体状况，接着又安慰嬛嬛说着如今皇上宠爱嬛嬛，以后嬛嬛还会有孩子的。对此嬛嬛直言：外人看我是风光无限，可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很明显，甄夫人在听到前半句还是笑着的，可当她听到后半句时，笑容立刻收住了，并且甄夫人还看了一眼屋里的鹦鹉，提醒嬛嬛：娘娘，韩秦玉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为什么鹦鹉前头不敢言呢？众所周知，鹦鹉除了具有观赏性之外，它还有一项技能学舌。万一嬛嬛说这话被鹦鹉学去给皇上听着了，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甄夫人才越了句的提醒嬛嬛。对此嬛嬛置之一笑，说着母亲这样谨慎，甄夫人便明白原来这鹦鹉早就被嬛嬛处理过了。所以甄夫人继续对嬛嬛说：哪怕是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二字来保全恩爱，何况是帝王家，娘娘与皇上还有君臣之分。从甄夫人的这番教诲，可见甄夫人心知这宫里头的水有多深。她知道嬛嬛对皇上的心结不利于嬛嬛在这深宫中谋生，所以甄夫人才会委婉劝解，目的就是要让嬛嬛明白她与皇上的关系在夫妻更在群臣。嬛嬛表示自己明白之后，甄夫人先是往门外看了一眼，紧接着便说：娘娘心疼浣碧是不错，但身边的侍女打扮得太好，恐怕遭人侧目非议。不得不说，甄夫人很明白这深宫的套路。她这短短的几句话，一来提醒了嬛嬛不仅要自己万事谨慎，就连身边的丫鬟也不能失了分寸；二来则是悄咪咪地打压了浣碧。虽然剧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点名甄夫人知道浣碧是甄远道与其他女子生的，但是从嬛嬛说自己与浣碧、刘珠情同姐妹时，甄夫人所说的情同姐妹，毕竟也不是亲姐妹，这才是你的亲妹妹。可见甄夫人未必不知道浣碧的另一个身份，她没有戳破这个事情，不过是因为她不想跟甄远道撕破脸罢了。毕竟前边她也说了，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二字来保全恩爱。最后咱们来看甄夫人第二次进宫的情景。当时嬛嬛独得圣宠，甄夫人得到恩宠，可以进宫看望嬛嬛。只见甄夫人刚下轿，刘珠、浣碧就急忙给甄夫人请安。对此甄夫人是这么说的：两位姑娘都起来吧。重点词两位姑娘。要知道刘珠、浣碧不仅是嬛嬛的贴身丫鬟，她俩从小还是在甄府长大的，按理来说甄夫人也是算她俩的前主子，她完全可以直接说句起来吧就完事了。可是甄夫人还是称呼刘珠、浣碧为姑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浣碧、刘珠是圣劝。紧接着在这次见面中，嬛嬛提到浣碧已到驾龄，她想说浣碧做自己的义妹，让甄夫人转告甄远道在朝里给浣碧找门亲事。甄夫人没想到嬛嬛会这样替浣碧着想，只见她脸上慢慢没了笑容，硬起来也没多热络。直到嬛嬛再次请求甄夫人也为刘珠留心时，甄夫人的脸才重新露了笑。浣碧和刘珠
都是跟娘娘一起长大。浣碧和刘珠在他心里都是一样的，他并不愿意接受浣碧的另一重身份。除此之外，剧中甄夫人最后一次和嬛嬛相见时，咱们可以看到甄夫人只有在进门给嬛嬛请安，说了一句给贵妃娘娘请安，她在接下来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是为啥呢？因为她知道当时的主场在嬛嬛和甄远道以及甄远道和浣碧身上。她一个深宫妇人不敢议论朝政，她一个当家主母不愿讨论她丈夫与别的女子生下的女儿的婚事，她只想看看她自己的女儿在这宫里过得好不好。所以在这次见面中，甄夫人一言不发，满心满眼都在嬛嬛身上。综上可见，甄夫人实在是个不容忽视的大佬，怪不得嬛嬛能斗掉这么多人，最终坐上了太后之位。有甄夫人这样的母亲时不时教导一番，嬛嬛想不赢都难。